今天 MG 在发布会上是这样的，他们的空间大小、得房率都是码着什么海豚之类的真的同级竞品来的，但是智能座舱这一部分人家码着是小米速7、小米E7、问界 M7，都码着大哥大们打的，打的。现在10万级的纯电2厢车，大家能买到的都是代步的工具，圆滚滚的可爱，可能更多主打的是温吞吞的感觉。那再便宜的可能都是高配的老头乐。那年轻朋友真正喜欢这样的第一辆人生的车子吗？喜欢这样的代步工具吗？我觉得 no， 年轻朋友喜欢的一定是时尚运动的外观，要帅，同时它还要有非常的科技。这2件事儿。上汽 MG 的 MG4 这次都给办了。2厢车其实本身代表就是年轻和运动。我曾经在纽北跑赛道的时候看到过很多速逸特、GK5，包括 Polo 以及高尔夫，但是现在我们很少看到其他2厢的小车去跑这样的赛道，缺少了这种运动玩味的属性。那它需要几点造型。第一，它的外形首先要4轮，更加接近4角，轴身比一定要好。那这台 MG4 它的轴身比达到 0.618，4轮更接近4角。小车身大轮子，车轮子我看了一下205/50R17，整个的车头你们觉得和谁比较相像呢？我觉得其实很像我之前在三亚试的那台 Cyberst， 就是它整个是家族化的跑车式的设计语言，包括它前机盖上的线条，包括它整个没有那么臃肿的车头，包括它比较犀利的车身，还有发光的 MG logo， 非常的运动前卫时尚，包括它的 logo 都设计在了前机盖上，就是很跑车味道的感觉。但同时这个车型的定位又让它一定要兼顾实用性。它的整个前机盖没有完全奔到底，在这儿，如果一旦我们把前面碰了，那我们也不会整个换前机盖，前机盖成本比较高。下面你看，整个也是非常运动的设计语言，包括略微向前突出的前唇，整个车身我没有看到一丝赘肉。另外，它的角窗向前探了一下子，你看它有一个非常独立的角窗。今天上汽的工程师有说，他们其实在这个角窗的设计过程当中，让它完美的避开了外后视镜。我们经常会看到车子里面这一坨糊在这里，你前方视线是不好的 ，A 柱视线非常的有限。这种设计其实就很考验大厂的设计功底。上汽在这一部分的造车功底上，包括他们的对车的领悟上，尤其是 MG 这样一个运动赛道为基因，有着百年底蕴的这种很懂车的品牌，才会造出这样的东西。快充和慢充都在左前方的翼子板上，快充。20%到80%是20分钟的时间。它除了帅气以外，其实还很好的兼顾了实用性，不是只耍帅。因为在这个级别的2厢小车当中，大家大概的车长都在3.6米到4.2米之间，它的车长达到了4395，也就是将近4.4米。它的轴距是2750，得房率又非常的高，那就代表着车长、轴距长，你空间实用性也非常长。整个的车身线条大家可以看到都非常的修长，到车尾这里，你看这里后翼子板又凸出来，就很有跑车的姿态。再加上它上面还有一个小尾翼很突出。其实今天工程师有讲，我也长了知识。这个部分它在最外面，你如果尾部发生了碰撞，最先碰到的是它的塑料饰件，然后才能碰到它的钣金。也就是说，你这个车子的维修成本降低了不少。再看车尾这个尾灯，横贯是带2个箭头。一开始觉得这是什么设计？你再想一想，哪个车上还有箭头 ？Cyberst， 所以说这也是一种致敬。这个尾箱是按它的 logo 打开，是一个非常大的尾箱的空间，但是它还可以有进一步的变化。他们管它叫 loft， 上下2层楼呗。看，说它3层楼，那估计是在放倒，所以它底下又有个巨大的一个空间，又多了一个能给我们下面当澡盆的车，两边有绑带，掏到两边去，空间非常大，包括它有隐私盖板。整个我看了高配车型还是电动的尾门，所以整体还是非常 OK 的。它整个车身迎合现在用户的审美度，还有几个低饱和度的颜色，比如说这个紫色，有淡淡的低饱和度的，还有一个前段时间我朋友圈有转发叫青波翠，就是那种青绿色淡淡的低饱和度的。除此之外，还有 MG 非常战斗的颜色，比如说它的 MG 红和 Cyberst 一样非常经典的红，包括它的蓝、黄，而且这台车其实它还有很多改装的可能。那首先它的造型非常的运动，就像 GK5 你可以各种改一样，你可以安一个火箭兔、大尾翼，你可以整个包围侧裙、车头，你全都可以前唇，你都可以给它改。上汽还给你提供了很多改装方案，包括你可以车顶加上复古的行李架一个露营造型，包括你的痛车。除此之外 ，MG 的玩车氛围又非常好，他们的车友群就是我觉得最会玩的车友群。你在加入到这个品牌当中，会认识很多喜欢改车玩车的朋友。那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它也非常满足年轻朋友的需求。坐进车内。内外车身同色的内饰，它这种
淤泥紫加上米白色渐变的就很干净很漂亮。但厉害的不仅仅是于此，我们都知道现在上汽和 OPPO 牵手了，华为、鸿蒙和哪个车合作，哪个车它就已经位列智能化的第一梯队。吉利和魅族合作了之后，那个 Flyme Auto 上了车之后，再也没有用户说吉利的车卡了。我认为接下来智能化第一梯队当中一定会有上汽的 MG， 比如这台 MG4。那首先它能做到的就是车手互联、分布式管理，是我们的车加手机完全是可以打通的。后台是分布式的数据共享，类似于像华为、鸿蒙的一个超级桌面，在这里你可以随意移动它的位置，同时我可以无缝流转。我手机听歌听到哪里，到车上我就可以继续听。我在手机上导航，别人甩给我个地址，我上了车之后直接出现在我的车机上。比如鸿蒙做的车只能自己合作，吉利的 Flyme Auto 也只能和它的魅族的手机合作。但是这台 MG4 它是可以兼容很多手机的，作为苹果用户，它完全是可以和苹果打通的。这一点是继我即将要提的那台小米玉器之后的第二辆车。华为它也可以兼容，也就是说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手机，主流的手机基本上都可以在这里实现。而且它还可以有更多更细分化的功能，比如说你的车手互联，手机当中你语音可以控制，比如说它的小窗的位置，因为我今天是工程样车没有办法去体现，那后面期待拿到实车去体验一下子。语音控制它可以到这边放大缩小，你还可以语音控制里面的，你看个抖音是干嘛都可以，非常的 OK。第三点是它还可以进行 UWB 的钥匙，我的苹果手机也可以使用，而且还可以支持手表控车。就我如果 Apple Watch 有，只要你的手表支持手势控制，也可以在手势控制来进行控车，就是基本上智能化拉到了顶。今天 MG 在发布会上是这样的，他们的空间大小、得房率都是码着什么海豚之类的真的同级竞品来的，但是智能座舱这一部分人家码着是小米速7、小米玉7、问界 M7，都码着大哥大们打的，我觉得这一点就是其他的自信。另外，这套系统装在哪里？装在了一个15.6英寸的一个屏上，是 2.5K 的分辨率。今天你看到的这个 MG 的内饰就颠覆了你对 MG 内饰的认识。这套车机是你没有见过的 MG 的车机，包括它前面这个方块型的一个长方形的一个液晶仪表，这种智能化程度就是新势力的感觉。但同时，上汽对于设计的那种工艺讲究。实体按键空调单拎出来，这对老司机的考量是非常了解的。空调出风口看都自己来控制，包括多功能方向盘，这个方向盘一摸就是上汽的型了。还有那是怀档，留了很多空间，这个地方放杂物，这个地方放水杯，这个地方放手机，绝对符合你用车上来的前中后逻辑。你仔细品，我当时在发布会上品了一下，好像确实是这样。钥匙放这儿，拿水喝这儿，手机在这儿，因为手机我已经是肯定是最后放，它的滑连着后面的储物空间，专业。底下你看。开放式的储物空间，你可以放很多东西。这回是 C 口有了，这边还有一个12伏的点烟器。门上巨大的储物空间，你可以放一杯脉动、2瓶矿泉水，这里放包放鞋都可以。座椅非常的舒服，并且传统车厂给你造的车一定是有遮阳帘的，尽管它的玻璃说是和小米速7一样，你看这也绑着小米速7来，和小米速7一样是可以隔热防晒的，但是它依然给你配备了一个遮阳帘，带有柔光作用的化妆镜，并且这个是女生美甲友好，主驾副驾全部都是带有化妆镜灯，好多就只给你一个，这个够大气。后视镜的边框极其的窄，防眩目的，关键它的空间据说还很大，毕竟轴距是2750，明明是小型车，但达到了紧凑级的标准。咱们去后排看一看，后排地台全屏，我们这台车子前排的坐姿其实有一点点夸张，因为你看它的靠背已经过了 B 柱了，过了还不止一点点，但是我腿部依然还有3拳的空间，头部还有将近2拳的空间。为什么能做成这样？因为它有 C2B 的一个底盘电池高度一体化的这个技术，也是上汽的技术底座。上汽是有技术尺幅的，大家知道的，所以它可以把整个零部件高度的整合，既可以让它有更宽敞的空间，同时还可以保证车辆不做的那么高高方方的，重心没有那么的高。我们在驾驶操控的时候会保持我们应有的乐趣。而且上汽做座椅是非常厉害的，所以这个座椅真的非常的舒服，前排后排都 OK。这里还有挂钩、灯一系列，全是软包，而且这后排还是个隐私玻璃，就可以保证后排的隐私。那它的纯电续航能够达到537公里，当然还有很厉害的主被动的安全，这里不一一赘述，都是同级应有的水准和要求和标准。在这里我要说，这台 MG4 是要给它上大分的。我认为它首先有着同级别当中小型车应该有的空间的实用性，包括它的一些生活场景化、便捷性、即停即走这些非常方便灵动的本质属性。同时，它还肩负着年轻朋友们、鬼火少年喜欢的这份帅气。我觉得是将油车的对于运动、
驾驶车型对于车本质的这种帅气的乐趣又把它唤醒，同时它在智能化上又吊着大哥大们开始打，就是完全越级。我认为它是一个目前我们这个两厢纯电小车市场当中新的一个搅局者，我非常看好它。8月5号正式上市，据说它的定价是10万级。那如果你有10万块钱左右的预算，你会选择一款这样的小车吗？年轻朋友们，评论区赶快说一说。